大家好，欢迎回到 Chief Papa 张志云的频道，我是 Chief Papa 的女儿 Athena。今天呢，也准备了精彩的内容。那首先也说一说 Chief Papa 的身体呢还在康复当中，那所以这期视频将会由我来代父拍摄。那准备了精彩的内容，包括我们会探讨最悲观的时候到了吗？无论是全球经济美国和港股最悲观的时候如果到的话，我们如何去把握机会，准备好自己，以及我们看到什么机会可以去留意，可以去投资等等。那一开始的时候呢，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经济有周期这个事，大家可能也有听过。那我从 Chief Papa 的身上呢，也算是学习了10几20年的时间。那因为 Chief Papa 有28、29年的投资经验，他经历过熊市和牛市。那我从他身上呢，也可以学到一些准备功夫。究竟有些时候经济可能很萧条了，比如说无论是全球或者是香港，现在到了最绝望悲观的时候呢，那如果下一个牛市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准备，可以有足够的一些资金资格去把握下一个声浪呢？那今天我将会跟大家逐一的去探讨。那首先呢，也可以跟大家去回顾一下过去一周呢，其实全球都发生了很多不同的重大的事情，其中一个呢包括我们看中的一些机会。如果大家有看 Chief Papa 上周的一个视频，他是说如果是局势动荡，股票波动，大家可以把握什么样的一些投资工具、避险等等。那他有说到黄金和巴金 Palladium， 那其中一个 Palladium 呢，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股票代号是 SBSW。 另外其实大家看回的话呢，这里2月13号的直播的时候呢，他也有很明确的去跟大家去分享探讨这个 SBSW 可以去留意。大家可以算一算，由那个时候的16块到现在呢，我录影的时候呢，已经是涨了20%。那作为这个动荡的时期，很多的可能科技股传统的价值股都那么波动的时刻，那我自己是觉得，如果13号你听了 Chief Papa 的分享，把握了之后呢，你其实是可以有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回报。那不知道在座的观众有没有人有把握到这个机会？有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好消息。那第二个我们看中的一些机会，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 Chief Papa 的频道是含金量非常高，真的是快点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因为我们 Chief Papa 的这个眼光是非常的与众不同，不是说外面大师说一他就人云亦云，而是他有自己独立的眼光和判断。第二个呢，他看中了就是石油。那石油呢，当初他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呢，是1月25号左右，他看到了石油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机会，包括他说到了就是中海油。其实石油股的话，港股有中石油、中海油，最近也是升到了52周的一个高位，而他当初说的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是涨了有16.5%左右。那大家也可以看到，你看通了一个机会，或者是你听对了一个人的分析，就可以是在那么动荡，可能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呢，已经可以把握到这些石油巴金的一些很稳定的机会。那特别是这个中海油呢，是有股息收的，大家知道它派息也是很高的，所以作为财富就是股价方面，它已经升了有16.5%，然后股息大家将来也可以收到的话，这种财息兼收的股票是非常的棒的。如果观众有把握到，也可以评论区留言告诉我，或者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频道的话呢，还想知道现在已经涨了一点点了，还可不可以去把握呢？记得也留言告诉我们。那 Chief Papa 看到的话呢，可能在之后的直播也会再次去做分析。说完了这些我们看中的机会之后呢，说一说香港的一些局势和一些政策。那这些政策呢，我知道我们频道其实有些观众未必是香港的观众，而你其实看通了这些经济或者是准备之后呢，其实对于你
也可以同样的去应用，去把握机会。包括其实如果你有投资港股、美股的话呢，也同样可以看通。那我们立刻开始了。那过去一周呢，其实在香港的这疫情呢是非常的厉害，从本身其实只有几百个，对比国外可能是几万个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觉得很少。但是呢，最近一周呢，从破万到3万到5万个确诊，是几何式的去上升。香港的政府呢，相对也采取了很多不同的政策，包括有机会传闻会小禁足，然后呢，也有些生意呢是被迫不能开门做生意，美容业啊、健身行业啊、餐饮业。另外一方面呢，那些租客开不了门的时候呢，政府呢就立法是禁止业主对于指定的行业去追租。那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生意没法去开门了。另一方面，业主每个月交银行的这个贷款的时候呢，这个收入来源没有了，本身是很稳定的有一些租金。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对于房地产业的冲击有多大。相关概念股一些股票的话呢，也是有相对的一个下跌。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其实 Chief Papa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呢，叫做财富金三角，包括了房地产、股市和提升收入。那在这个那么艰难、那么悲观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财富金三角是来的特别的重要。那比如说，刚才大家看到房地产没有收入了，不能够追租你可能刚好是那个拥有很多商铺的，本身是很稳定的现金流，现在断掉了。然后如果你是做美容的，你也开不了门，事业上面的收入也没有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手停口停的话呢，其实是非常的危险了。所以大家无论是投资股市也好，或者是你自己选择工作的时候呢，这个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非常的重要。股市来说呢，其实恒指呢已经是跌到了23个月的一个最低的位置。很多的人都觉得是不是港股已经是世界末日了，没得玩了邓普顿说的，最悲观的时候呢是最好的时候去买。那大家可能心里面在想了，哇，大众都那么悲观了，是不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呢？大家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留言区参与讨论一下。Chief Papa 呢，他康复之后呢，也会跟大家去分析探讨有什么机会。比如说，就算在恒指跌那么多的时候呢，可能蓝筹股曾经很热门的一些股票，阿里巴巴都已经跌到了100块左右，它上市的时候是180块，最高升到了300块，然后现在只有100块。那所以在那么悲观的时候呢，同时其实也有很多宝藏、很多机会，比如说中海油啊，这个 SBSW 啊，或者是之前Chief Papa 也有分享过很多不同的股票。所以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最佳时机，这个最悲观的时候究竟来了吗？还有没有更加悲观？香港的朋友你们就很熟悉这些画面，如果不是香港的朋友的话呢，就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过去1周、2周香港的情况是这样的。所谓的清零，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尖沙咀也是很繁忙的一个街道，现在是一个人都没有，是可能在9点10点那样的一个早上的时间。然后这个超级市场也是很恐慌的，要去抢食物，因为害怕可能没得出街，或者是疫情严重。然后在地铁里面呢也是没有人的。那所以无论是在投资方面，比如说823的一些股票啊，还是餐饮业，比如说海底捞、大快活、大家乐等等，其实也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是可以个人做好财富金三角的时候呢，有一个机会来临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去准备好，去捞底，去把握。因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失去了你的工作，失业了，你眼前你知道有一个股市很好的机会，它可能那只优质股票跌了30%、20%，你敢不敢去捞底呢？如果你现在是没有工作的收入的话，你可能借了钱去买那只股票，然后怎么知道第2天那只股票还在跌？那你这个时候可能就很恐慌，会去止损抛售。而相反来说，如果你有房地产的一个租金收入，或者是股票你看通了，你有收入，或者是你的事业你选择了一个多元化是抗逆境的一个工作的话呢，可能这个时候你打造好财富金三角的这个地基，你才可以去把握这个最悲观的时候的一些机会。在这个视频的最后呢，也送大家2个字吧。那这个2个字呢，就是底气。因为呢，当Chief Papa 教了我
财富金三角之后呢，我知道我打造好这3个收入的来源呢，我就有底气可以在股票市场捞底，我有底气去在房地产那边去可能买我第一层楼，或者是在事业方面再创不同的一些工作，再创不同的一些事业。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更新了和回顾了股票市场的过去1周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香港的一些情况，让大家投资港股的话呢，也可以注意，也可以看一下例子可以怎么样去应用在你自己的投资市场或者是投资工具上面。那如果喜欢我的分享的话，记得给我们一个赞好，那也可以在留言区祝福 Chief Papa 早日康复。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朋友呢，也记得订阅这个频道，打开小铃铛，我们每周分享精彩的内容和分析。那我们下一条视频再见吧，拜拜。